ごめんなさい。サーロインと貝並みです。加的牛舌，就加的分牛小排，性价比高。不给吃，来吃上次这家，上次这家味道也可以，就不知道不预约能不能吃。现在到这个烤肉店了，看看给不给吃吧，我感觉应该行。哎，好像有位子，可以了。这家真的是又便宜又好吃，今年吃过最便宜的一家了吧？还有中文菜单，挺好的。它这个中文菜单应该翻译不太对，上次忘记说了，这个应该是生的牛百叶，上家店也是。小菜，这肉漂亮。这块肉漂亮。粉粉色的。阿里嘎多呢？哇，是超冰，杯子都是冰的，有点意思。色彩漂亮。粉粉。哇，这扔掉。老板对部位的理解还是深，部位不对的都拿掉。漂亮的。干嘛？它是直接这样调的。要呀。ごめんなさい。サーロインと貝並みです。就看着有点肥，赤身肉组合。这个稍微厚一点，那个薄一点。这薄的能达到 A5 了吧？肯定。他家有个好处，现在都不用排队，可能分数降了，味道挺好的呀，这家店，而且又便宜。上锅吧。这家店本来也是大阪前10，连续几年都是塔贝洛克前100的店。尝一尝啊。他这家店应该是肉质比较好，但是吃完会有点腻，一点点。超嫩，可能他家不玩营销吧，玩营销的店容易，而且不预约。香的。这个泡菜，尝一尝。泡菜蛮好吃的，辣辣的，还有黄瓜。牛百叶，搞点麻酱，不然没盐味。老北京吃法啊。其实这个店的酱和牛百叶和上个店比确实有差距。哇，超重口味，不是麻酱，超酸超辣。哎，不是辣就是酸。牛百叶还是挺嫩的，不错。还是这两个。我个人推荐都点酱汁的，因为我在日本和牛吃多了，盐的话有时候不入味。他家有个问题就是能点的东西太少。你觉得味道咋样？这家店嫩不嫩？我觉得他家最明显的点就是特别嫩，但是可能会吃多了有一点点油。但吃完这餐饭以后，感觉不是特别油。这个应该是红恶魔吧？腥味倒是没有吧？香味是有。其实我吃的这些店基本都是没腥味，只有香味。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腻不腻？腻不腻是一个核心的问题。日本吃过腥味最重的就是牛角了。搞点这个酱，它这个酱汁没盐味的，超好。入口即化，好像有一点点血味。他家这个肉就是超级嫩，就不是一般的嫩，好像比前2天吃那些还嫩，这是烤到全熟的状态了。
这个你觉得咋样？牛百叶，没那家好。它味道也不错呀。啊？它没怎么拌。都差不多。火烧的。这家店还不错，不用预约。再尝一尝这个，可能这边靠近神户多近一点吧。反正我觉得大阪这里的肉也挺好的。我还吃了块厚的三个馍，超嫩，多汁。来，进来了。这家店我还是推荐的，性价比高。如果预约不到的话，晚一点来他们家吃就可以了。或者你刚开门的时候来吃，我觉得估计也可以。他家的大概问题我知道，肉比较少，然后没什么种类，又不爱预约，所以炒不起来。但味道是不错的。当然这家就是价格便宜实惠。你要达到那些不腻的水平，那达不到。但是我现在吃着我也不腻啊，习惯了。尝尝汤暖，15块钱，收费的就是不一样了，完全没盐味。里面还有点海带，香的很，葱辣的。他们家就是有个问题，就是我把菜单上的菜点完了，就那么点东西，但是味道真的是可以。加了个牛舌。把这个加了牛舌，1000日元，50块钱，太便宜了。这个牛舌品相一般，但你价格那么便宜。这家店有个好处就是它开到凌晨3点，好像。要是晚上热门餐厅没得吃了，就来他们家吃就可以。反正找个参照物，像这个店的水平，国内是做不出来。反正你吃的这个就至少比上海的铁屋不知道强个几百倍吧。尝尝牛舌，薄得很，看好不好吃。虽然肉的纹理没那么整齐，但是味道还是可以。嫩嫩的，香香的，没腥味。这家的分牛小排，他家就是太便宜了，再加一盘50块钱，50-60块钱吧。国内50-60块，你连五丸烧肉都吃不了。这个店不比东京郊区那个传奇店好吃多了，还便宜，就都属于这种苍蝇馆之类的。我记得去年我一个人来才吃了200块钱，100多块钱，200不到一点。这个牛百叶是生的啊，还可以吧，没腥味。我吃重庆那个我都觉得有股怪味，烫熟了以后辣椒那么多。这骨边肉有点瘦，但油脂也丰富，吃着完全不腻。吃完了，买单吧。感觉一点都不腻啊，奇怪了。中午的猪排还有点性价比高。哎，你评价一下今天这肉。比较嫩，比较 Q 弹吃起来，然后吃的时候觉得就是咬下去会有油，然后但是吃完也没有很油。你现在腻不腻？不腻啊。他家就属于那种吃着油，但是完全不腻的类型。你们可以来吃那么多才那么点钱，性价比超高，食材顶的，就是。